2002年，一部双瞳的横空出世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修仙的认知。电影中道教对修仙的解读，更是令无数网友怀疑人是否真的可以成仙。友情提示：这是一部很邪的电影，强烈建议在男友的陪同下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在台北的某处大厦里，职员们热得满头大汗，董事长却裹着一层厚厚的毛毯，冻死在了办公室。法医经过检测，发现死者鼻腔黏膜已经结冰，初步判断他是被冰水活活淹死的。第二起命案更为诡异，女人洗完澡出来，发现家里燃起了大火，她立刻打电话报警。等警方赶到时，女人身体已经严重脱水，像是被烧死的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房间里完全没有火烧过的痕迹。两名死者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鼻腔内含有大量的霉菌。由于死法太过离奇，局长担心引起社会恐慌，便让法医随便写份尸检报告，也算对外界有个交代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动笔，第三起命案就发生了。死者是一名神父，这晚正躺在床上看圣经，突然发现手上沾满了番茄汁，掀开被子一看，衣服早已被汁水渗透。警方赶到时，神父已经去见了上帝。法医经过检测，确定神父是被人剖开肚皮，把肠子扯出来洗干净，又塞回去进行了缝合，缝合处还有道血淋淋的符箓。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法，神父脸上却没有任何痛苦之色，属实有些诡异。与前几位死者相同，他鼻腔内也含有大量霉菌，显然霉菌是破案的关键。但当时国内技术有限，还无法检测出其中的成分，加上舆论的压力，警方只好请来美国探员凯文协助调查，由警员黄火土负责接待。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霉菌和那道符箓，霉菌检测结果还没出来，他们只能先从道家符箓着手。为了解开谜团，火土找到了对道教颇有研究的老王。老王将两张图进行对比，发现这是阎王爷的催命符。据说几年前有人在越南挖出了一座真仙观，里面藏有大量的法器，还有各种符箓跟碑文。据说碑文上记载了修仙的秘密，但里面掺杂着太多秘语，至今也无人破解。火土回家后，盯着碑文苦思冥想了一整夜，终于在上面看出了一点门道。他用幻灯机将文字放大，从中找到了傅庙景旺4个字。傅代表董事长廖振富，庙则代表死者邱妙芳。景虽然不是教父的名字，但基督教刚流传到国内时就被称之为景教。最后一个旺字80%是凶手下一个目标。除此之外，火土还找到了2行字：不信鬼神者少阳太阴。就在他参悟这句话的含义时，美国那边传来了检测结果，表示那并不是霉菌，而是一种罕见的重生真菌。这种东西一旦进入大脑，就会使人失去所有痛感，难怪神父走得那么安详。除了这些，死者血液中的多巴胺也是常人的5000倍，多巴胺浓度一旦过高，就会使人产生幻觉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。但如果是幻觉，死者鼻腔里的冰晶和脱水的身体又该如何解释呢？显然专家也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走进某座大厦，他通过接引来到一个名为真仙观的地方。进入堂内，2名道长早已等候多时。男人被蒙上双眼，手里还拿着父母的相片。只见道长双手一拍，一股青烟瞬间四散而去，周围的信徒开始念诵咒语。男人表情略显紧张，突然一把匕首插入他的后背，将心脏活活掏了出来。诡异的是，男人不仅没有感到痛苦，反而像是嗨到了极点。不久后，警方接到报案，男人被抛尸路边，伤口处还贴了道黄符，死者名为陈两旺，刚好与碑文上的旺字对上。这已经是第4起命案了，并且每个人的死法还如此诡异。火土3观开始崩塌，不禁怀疑凶手究竟是不是人。凯文向来不信鬼神，他觉得这只是巧合而已。火土见凯文不信，便说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2年前，火土因为揭发小舅子贪污，女儿遭到了挟持。就在小舅子开枪的瞬间，子弹突然拐弯，将他自己给射死了。从那天起，女儿2年都没开口说过话。火土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有余悸。为了早点破案，火土带着4名死者的照片再次拜访了专家老王。哎呀，这个家伙想成仙呢，你为什么早不给我看这个呢？成仙，在道家有一派当中啊，主张地狱有5种，就是寒冰狱、火坑狱、抽肠狱、剜心狱，还有拔舌狱。经过这5狱的结束和试炼之后，就是第6道修炼成仙了。
火土不敢相信，凶手杀人竟是为了成仙。随后老王拿出一张古画，传言宋朝有个叫黄商的道士，在没飞升前就杀了好几个人枭。所谓人枭，就是罪孽深重之人。看来这4个人应该死得不冤。据说黄商还拥有双瞳，可以日观千里，夜窥鬼神。双瞳，所谓双瞳啊，就是一个人的眼睛里头有2个瞳仁，这样有了双瞳才能找到人枭。老王表示，成仙还有一个必要条件，那就是身患重病，因为人只有经历过生死，方能大彻大悟。少阳太阴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从这个天干地支图里，这2种气是代表着从5月到7月，也代表了火和土。火土听后心惊不已，凶手的下个目标难道是自己不成？恕我冒昧，你相信有成仙这回事吗？如果我说有，你立刻就怀疑我的权威。王警官，如果你要问我，是相信道家的神仙呢，还是相信外星人？我绝不会选外星人。就在这时，火土接到凯文的电话，说已经找到那所真仙观。警方立刻赶到现场，经过一番搜寻，果然发现了大量兵器。警方正准备将人带回去警局调查，领头的道士突然亮出长刀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干。一番激战后，双方的人死伤无数，直到警方增援赶到，才将局面控制住。搜寻过程中，凯文找到了传言中的碑文，接着又发现地板下有个暗格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躺着个女人，并且肚子还被扒了层皮，用来培养重生真菌。警方立刻将他送去医院，案件总算告破。凯文准备明天就回美国。当天晚上，火土为他设下庆功宴，两人喝得烂醉，一直睡到第2天中午。火土准备叫凯文赶飞机，结果却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手里还拽着自己的舌头。不信鬼神者，经拔舌狱，原来指的是凯文。警方赶到时，火土开始剧烈咳嗽，摊开手才发现掌心竟然沾满了霉菌。紧接着他便陷入了昏迷。经过医生的抢救，火土总算恢复了些许意识，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，所有受害者都能对上，唯独那个女孩不在5域之内。老王曾说过，成仙的必要条件就是生场大病，他之前看过女孩的病历资料，的确患有脑瘤。火土来到女孩的病房，却发现对方早已不知所踪，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，女孩并不是受害者，而是想要成仙的修炼者。想通一切后，火土决定再回真仙观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打开暗道，女孩并没有在里面修炼。就在火土准备离开时，无数的霉菌从头顶飘落，抬头望去，对方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女孩面容绝美，果真如传说般拥有双瞳。将火土戏弄一番后，女孩不再隐瞒，说出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女孩还有个姐姐，两人前世都是修仙者，因上一世阳寿耗尽，还没飞升就陨落了。为了修成正果，姐妹俩转世到了一对双胞胎身上。姐姐道行比较高，母亲难产成了她的最后一劫，刚出生姐姐就成仙了。妹妹若想飞升，就必须通过5域考验，再由少阳太阴者杀掉自己，才能得到成仙。当初子弹会拐弯，便是姐姐在暗中相助。如果火土女儿死去，妻子肯定不会苟活，这样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，打乱他们的修仙计划。原来一切早已注定，火土只是姐妹俩修仙路上的垫脚石，现在只差最后一步。女孩见火土不肯开枪，便开始威逼利诱，说会带她一起成仙。可火土根本不信这些鬼话，他只想带女孩回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随着一声枪响，火土成功将女孩逮捕。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可火土回到家后，却看到平日里温柔的妻子此刻正不停地打骂女儿。他上前阻止，可妻子回头后竟幻化成了女孩的模样。
女孩持刀胁迫火土的女儿，火土见状对着她连开10枪。女孩倒下的瞬间，火土竟诡异地回到了道观。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女孩制造的幻想，为的就是逼迫火土出手。最后女孩兑现承诺，将火土一同带去了仙界。妻子赶到时，火土早已没了生命体征，任凭他如何捶打，火土都没有任何反应。就在妻子绝望之际，2年没说话的女儿竟然开口叫了爸爸。听到女儿的呼唤，火土想起了这一生和家人度过的快乐时光。只见他眼角划过一滴热泪，心脏重新恢复了跳动。因为对家人的不舍，火土放弃了成仙的机会。电影最后浮现出了一段碑文：因爱生惧，因爱生忧。若放下爱，则无惧也无忧。看完这段话，你们是否悟了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